第213章，再见青莲地心火。身体犹如鱼儿一般破水冲进清澈的湖泊之中，萧炎目光在体表之外的森白火焰处瞟了瞟，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此时在古灵冷火那奇异的温度之下，周围的湖水已经犹如沸水一般的滚动了起来，在不断鼓冒着白色水泡之时，一缕缕肉眼难以察觉的深紫液体缓缓浮现。不过当这些深紫液体在即将接触到森白火焰时，便是被古灵冷火给冻结成了一道道极为细小的小冰丝，然后缓缓地坠落进湖底之中。望着那些不断在周身涌现的紫色小冰丝，萧炎头皮有些发麻。没想到这看起来极为平静的湖泊，竟然暗中隐藏着如此多足以致命的毒液。抓紧时间吧，这些毒液毒性极烈，虽然有着异火的保护，可以阻止它们的入体，不过对于我的灵魂力量来说，消耗太大了。就在萧炎惊叹之时，药老的沉声在心中忽然响起。急忙点了点头。萧炎双脚一弹，脑袋浮出水面，望着湖中心的小岛，轻吐了一口气，然后双臂急速滑动，身体带出一道水痕，逐渐地靠近着湖泊，一路平稳地滑至快要接近湖泊中心小岛的位置。而就在萧炎即将松了一口气之时，前面平静的湖面猛然轰然爆起漫天水花，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得萧炎心头猛地一紧，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水花爆射之处，瞬间后瞳孔骤缩，水花逐渐飞洒而落。某一刹那，一条通体布满碧绿鳞片、脑袋呈三角质状的巨蛇猛然从湖底暴冲而出，然后张大着狰狞的巨嘴，狠狠地对着萧炎噬咬而来，菱形的瞳孔中遍布着一股野性的凶残。妈的，这小小的湖泊也实在是太变态了吧！巨蛇的狂暴攻击让得萧炎怒骂了一声，手掌重拍在水面之上，顿时水面四溅，而借助着这股力量，萧炎的身体完全脱离出水面，微微下倾，最后几乎是与湖面形成了一道平行弧度，脚尖闪电般的轻轻点在一簇拍打而来的水浪之上。顿时萧炎的身体砰的一声，犹如出膛的炮弹一般贴着水面爆射了出去。砰砰砰，身形狂猛地对着小岛飙掠着，身后响起几道剧烈的浪涛炸裂声，那是巨蛇的攻击落空后造成的声势。对于身后蕴含着腥风的劲气，萧炎并未太过在意，借助着这股冲击之势，接连躲过巨蛇好几次的袭击，最后在距离小岛仅有10来米距离时，眼角向后瞟了瞟，发现那头巨蛇正张着狰狞的巨嘴，一路破水追杀而来。微微冷笑了一声，萧炎手指轻弹那戒，一块木板从中落进了水面之上，在其即将被湖水中的毒液腐蚀的前一刹，萧炎脚尖点在上面，身体微沉，然后再度爆射而出，瞬间之后终于是进入到了小岛的范围，身体凌空一翻，双脚微蹲，双掌轻按着地面，稳稳地着落，脚掌踩着小岛。萧炎回头望了一眼，发现自从进入小岛周围10米范围时，那条狰狞的巨蛇便是有些畏惧的不敢再前行，摇摆在蛇尾在小岛之外徘徊着，深吐着猩红的蛇信，狠狠地瞪着萧炎好片刻后，方才无奈地再度沉入湖底之中。望着那缓缓变得平静下来的湖泊，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望着这座小岛。小岛面积不算很大，其中四处种植着郁郁葱葱的竹林以及一些花草，看上去生机勃勃的颇为漂亮。异火的气息啊，深吸了一口空气，这般近距离的接触，似乎连萧炎都能感受到小岛之中隐藏的异火存在。漆黑的眼眸中跳动着炽热的火焰，紧紧地握了握拳头。萧炎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次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异火弄到手，因为为了他付出了实在是太多的努力。身体之上森白色的火焰逐渐的湮灭而下，药老的声音再度响起，小心点，美杜莎女王也在里面，不过现在的她应该没心思注意你，我会把你的气息完美的掩藏，待会见机行事吧。微微点了点头。萧炎的呼吸逐渐的平稳，站在湖泊边缘，好片刻之后，方才迈着轻巧的步伐，缓缓地钻进竹林之中。行走在竹林之中的小路之上，安静的气氛，除了萧炎脚步落在草叶之上那极其微小的轻声之外，便是再无其他任何声响。
虽然此时药老已经没有开口引路，不过萧炎依然是能够凭借着空气中隐隐传来的那抹奇异异火气息，而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脚步不急不缓地转过几条小道的尽头，眼前的视线逐渐的开朗。而在转过小路的那一瞬间，萧炎的身体便是骤然弯曲了下来，将身形快速地掩藏在一簇草丛之中，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望着那小岛中央的一处空旷地带。这里是一处圆形空旷地带，周围的竹子以及花丛都是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细小而光滑的石子洒落其中，石子在空旷的地带内凹陷成了一个小小的池子，小池之中盛满着晶莹剔透的水液，水液表面之上白雾缭绕，即使是相隔甚远，可萧炎依然是能够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极寒温度。冰凌寒泉，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晶莹水液，半晌后，萧炎心中长长地吸了一口凉气。这当初他费尽心机才从古特手中换得小小一瓶的冰凌寒泉，在这里竟然是盛装满了一个小池，这手笔简直是大得有些恐怖。心中的震撼缓缓地平息而下，萧炎逐渐地移动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了小池子中央位置的一个由奇异水晶所雕刻而出的莲花座上。此时在那莲花座上，一团青色火焰正在缓缓升腾着。望着这团青色火焰，萧炎的眼瞳骤然间缩成了针尖大小，漆黑的眸子中一股名为渴望的狂热突破了萧炎的重重束缚，毫无遮掩地出现在了少年清秀的脸庞之上。这团青色火焰极具灵性，在微微翻腾之时，时而凝聚成莲花之状，时而凝聚成一条细小的青色火焰小蛇，在莲花座中浮空盘旋着，温顺的模样极为可爱。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不断变换着形态的青色火焰，隐藏在树丛之中的萧炎嘴角不断地抽搐着贴在地面上的手掌，因为激动已然狠狠地扣进了泥土地面之中。终于找你了，死死地盯着那团青色火焰，萧炎紧抿着嘴唇。虽然他从未见过青莲的星火是何种模样，不过曾经在青莲之上修炼过的他，却是能够隐隐地从那团青色火焰之中感受到一股与青莲同出一脉的熟悉的感觉。在费尽几年的辛苦与努力之下，这是萧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见异火。当然，药老的那一火除外，有着药老灵魂控制的古灵冷火，根本难以让的萧炎察觉到异火的可怕与狂暴。那座水晶莲台明显也不是普通之物，每一次在青色火焰即将游出莲座范围之时，一圈淡淡的白色光照便是突兀的浮现，然后将异火弹射而回。目光仔细地扫过池中，萧炎发现每当异火与光照接触之后，那池中的冰凌寒泉就会微不可察地减少一丁点。显然水晶莲座应该是借助了冰凌寒泉的力量，方才能够将青色火焰困在其中。目光扫过小池子之后，萧炎视线对着左边移动了过去。当一张美丽的几乎到达了妖艳级别的容颜映入眼中时，萧炎本就微弱的气息更是不自觉地再度压了下来。面对着这位斗皇级别的超级强者，萧炎就如同是心头被压上了一块大石一般，极为压抑。此时的美杜莎女王与先前出现在城外的那道能量体没有丝毫不同，一套奢华昂贵的紫色锦袍将曼妙的娇躯包裹其中，丰满火爆的玲珑身材释放着妖娆的诱惑，一对狭长的淡紫眸子，眼波流转间魅惑天成，几乎能将每一个男人的视线给吸扯而过。紫色锦袍之下露出一截紫色的蛇尾，慵懒地扫动着，释放着野性与异样风情。现在的美杜莎女王美眸正紧紧地盯着小池中的青色火焰，在光亮的反射之下，淡紫的眸子中也是跳闪着火焰的弧度。这般静静地盯着青色火焰许久，美杜莎女王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抬头望着天色，旋即微摆着蛇尾，火爆的娇躯缓缓立了起来。是时候了呢，低低地呢喃了一声。美杜莎女王妖艳的脸颊上闪过一抹罕见的踌躇，瞬间后踌躇化为坚定，紫色锦袍之下露出两截雪白的皓腕，纤手在身前缓缓地结出几个印结。随着美杜莎女王手中印结的变动，水晶莲座忽然一阵剧颤，其上面的光幕逐渐消失。而当光幕消失之后，其中失去了束缚的青色火焰猛然爆冲而出，剑锋暴涨，只是眨眼时间
便是化为了一团熊熊烈火。在这团青色烈火之下，小池之中的冰凌寒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着。没有理会周围被熏烤得急速枯萎的竹子，美杜莎女王贝齿轻咬着红唇，玉手缓缓解开锦袍的扣子，旋即一具宛如是上天杰作的完美玉体，便是这般赤裸裸地暴露在了竹林之中。